我把它从箱子里面拆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配置不太重要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现在桌子上摆着的这台 iMac， 它是官网顶配，并且加选配，选到了将近4万块钱的一个配置。配置单我先给大家列出来。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iMac 的2020款，而且带纳米结构玻璃。超级的酷！之前我们频道里边包括 iPhone、iPad， 然后还有手表、苹果的东西跟大家体验了一大堆。但是 iMac 27寸的，这应该是在我们频道里边第一次出现。片头放的那个拆箱视频呢，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拆一个全新的 iMac。如果你看过我们工作室幕后的视频的话，应该知道啊，我们工作室整个都生活在一个苹果的生态里边，所有人用的都是苹果的 MacBook Pro 笔记本，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反正就是一直没有 iMac， 可能就是在等待它的出现吧。这台2020款的 iMac 呢，首先在外观 ID 方面啊，并没有什么改变，还是之前的样子。它已经8年没有过改变了啊，就是最早一代从2012开始就是这个 ID 设计，这个很多人都吐槽啊，是吧？8年了都没有什么改变，你挤牙膏也不带这么挤的，是吧？但是如果你对苹果的产品序列还有它的 ID 设计风格做一个长时间的观察或者说研究的话呢，你可以发现苹果对自己产品 ID 设计的把控能力是非常非常强，而且近乎苛刻的。它一旦确定这个产品的 ID 之后，它会不断的往这里边去推进，然后每一代产品都往这个方向去精进。最早之前的这个 iMac， 它是这个大脑袋是吧？后边是特别大的一个后脑勺，然后里边也是装了很多这个元器件，然后之前是塑料的，后来金属成熟了之后，它又换成金属的。从2012到2020年这8年的演进时间里面，大部分都是在减少它的这个厚度。但是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也看到一些爆料了啊，就是它下一代呢可能会上4边等宽的这个屏幕，那个是非常非常帅的，也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吧，就是在苹果的价值观里面，他认为一台台式机样子就是这样。这个边框啊，确实还是非常宽的边框，但是对于一台台式机来说呢，放在桌子上进行使用的话，你长时间也不移动，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啊。如果要是移动的，这个边框减小呢，可以把整个体积减小，这个还是非常有益处的。这次它的升级呢，主要就是换上了这个10代的处理器，还有就是显卡方面呢，还有就是内存方面都可以选装到更高的这个配置。我们这台显卡呢，已经选装到了5700，然后16GB，然后32G 的内存，还有1TB 的固态硬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配置了。本期视频呢，我主要跟大家聊3个点，第一个是屏幕，还有就是屏幕上的玻璃，第3个就是这次新加的录音棚级别的麦克风。首先在屏幕方面呢，这应该是目前整个机圈吧，或者说地表最强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在台式机里边显示效果最好，没有之一。它是一块5K 的屏幕，而且10比特，就是11亿种颜色。在这块屏幕上就是专业，就是你可以干任何你想干的事情，它可以把你拍的想调的所有东西全部都给你还原在这块非常高素质的5K 屏幕上面。无论你是图片工作者还是专业的视频剪辑工作者，这块屏幕都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尤其是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在用它来剪4K 的这个片子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非常爽。因为之前我们工作室都是这个2K 的这个曲面屏，但是在这块5K 屏幕的加持下，马上就让你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这台机在我看来，对于专业人士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吧，就是它这次可以选装 Nano Texture， 也就是前面的这个纳米结构的玻璃。这块纳米玻璃有什么用呢？一句话解释啊，就是疯狂减少反光。其实如果不是这块玻璃，是这个没选装的普通的 iMac 放在这儿，或者说其他的普通的显示器放在这里，它这个屏幕的反光已经把整个的镜头，还有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一块这个拍摄影棚全部都给反出来了。但是现在在这块屏幕上面，你什么都看不见，这个就是我们敢这么摆放的一个原因。我们现在这块屏幕正对面就已经在打着一个光了，但是你感受不到特别强的那种眩光和反光的效果。这个就是这块纳米玻璃的作用，因为每个人的工作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靠窗，比如说旁边有这个顶灯比较强，各种各样的环境都会给你造成一些眩光或者说一些反光，但是这块纳米玻璃基本上已经给你消除掉了。我在跟苹果的工程师交流的过程之中呢，也特别问了一下他，就是
这块纳米玻璃它是不是涂层？因为之前呢，我也看到过一些显示器，它上面是有这种防眩光或者说防反射光的一些涂层，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涂层，是纳米级别的蚀刻玻璃，而且呢，它专门送了这一块绒布。这个绒布呢是一个专用的绒布，就是之前的都不行，这个绒布是专门用来擦拭这个纳米结构玻璃的。当然，给你带来一大堆好处的同时呢，也是需要加钱的，是吧？3700多块钱加这个纳米的玻璃，在使用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些小点啊，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以为这种纳米的玻璃啊，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有一点那种雾蒙蒙的感觉，就像这个手机后背做了那种 AG 工艺一样，是不是会影响显示效果？但是我们使用一段时间，发现它几乎没有。当然，就是如果跟这个镜面相比的话，那种通透感啊，可能还是稍微差那么一点意思。但是我们在日常剪片，还有就是做我们的测评，还有就是我们看任何图片分析样张的过程之中，都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不用担心这一点吧。OK， 第三个点呢，就是这一次呢，它也加上了一个录音棚级别的3阵列麦克风。咱们废话不多说啊，直接来实际听一下它的收音效果。试了一下，但是这次呢，扬声器方面呢也是有一些升级的，我们专门来放一首歌来去展示一下它的扬声器的效果。你想点播什么歌呢？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大家对于这款产品呢，或者说对于 iMac 这个类别来说呢，怎么说？就是如果你要是想买一个一体式的电脑的话，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其他的这个 PC 厂商呢，确实它没有这么高端或者说这么专业的一个一体机的产品，在桌面一体机这个市场，这绝对是霸主的地位。ID 设计方面呢，这一代呢没有改变啊，估计啊它应该就是等着苹果自己的芯片上了之后，是吧？咔，直接给你来一个大大的改变，包括芯片，包括外面全部都给你上来。苹果在电脑主机这个市场上呢，一个挺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进行原厂的选配，根据你自己的这个需求来去进行升级。这一点上对于很多专业人士是非常友好的。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里边感知不强啊，你去线下这个 Apple Store 去看一看，我相信你会哇一下的，因为它这个抗眩光或者说抗反射这个能力真的实在是太强了，难怪苹果那 XDR 的显示器卖那么贵啊，贵有贵的道理。然后还有就是配件方面啊，简单跟大家过一下，这个触控板，然后鼠标这些都是需要加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键盘，这个键盘真的是非常的精致，没有之一。虽然它不是一个机械键盘，但是我觉得摆在那里就好像一个工艺品一样啊，非常的好看。之前苹果的产品呢，很多人说就是可扩展性呢并不是特别的强，然后没有那种极客的感觉。但是 iMac 呢，它也是可扩展的，它可扩展内存，它是在后边啊有个小槽可以打开，然后你可以把你自己买的这个内存条呢，然后加进去。这次的小改变上呢，比如说它加入了 T2 的这个安全芯片，这些呢都是非常专业级的一些配置。然后还有就是前面这个摄像头也升级到了这个1080P 的摄像头。整个机器体验完了之后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有点太过于专业了，就是它这次的升级呢是往上面这个天花板啊给你拉了很高，你可以从很下面的这个大几千块钱，然后一直选装到好几万的一个配置，它全部都有。它设置了一个框架给你，然后呢你需要去加什么东西，你就自己去往里面加就行了，而且呢都是原厂的，这个是一个给用户非常安心的感觉吧。在 iMac 的产品线里面呢，还有一个 iMac Pro，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那个黑色的那个是更加顶级、更加
专业的，比如说视频或者影像的工作者来进行使用的。OK， 最后来说一下购买建议啊，因为这台是2020款，如果你之前用的是18或者19款啊，配置够用的话，其实这个更换的动力呢并不是太大，你可以等它下面一代，比如说那个4边是吧，都是等宽的那个。然后如果要是你之前没有过苹果的产品，想要体验一下苹果的一体机的话，那么这台其实已经是非常的完善了。后面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它下一次再大的改变，应该就是等待苹果自己的芯片成熟之后，它会来一个全面的更新，甚至把苹果所有的笔记本或者说台式机、主机全部都更新一遍。OK。这期 iMac 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啊，这个太帅了，太精致了，这个产品。